超时空要塞又是一部从小就有印象，但完全不知道故事内容的作品。人生第一台超时空作品应该是国小时入手，那时也是一台50元，也是3段变形，这是玩玩具的黄金年代。随着版权问题的解决，超时空要塞就不需要买进口货。但这次我在店头看到的还是日魂商，反正就一时冲动。对，这就是今天要开箱的万代超时空要塞 DS 合金魂商线40周年纪念 VF1A 女武神天使鸟版本。魂商一定会有的外包邮寄箱，这次的包装是采白色设计，前面是天使鸟的对章，左下角有写40周年，下面图绘是飞机形态。背面是产品全展开，还有飞行表演的图样，有兴趣的应该可以入手5只，实现花式表演的场景。好，开箱。有说明书及3层悉数包装。第一层是本体，稍后再来细看。第2层是脚架，还有用号码不同的尾翼。第3层是限定脚架，只能用在飞机形态。说明书挺厚，全彩印刷，讲了如何变形的步骤，稍后再来边看边玩。第1层有飞机本体，还挺重的，但看不出合金成分在哪，我想应该都在关节。这个是补强件，用来填补变形 V 形态后的破绽。这个是用来开扣的工具，后面用到时再介绍。脚架组件，天线用在 G 形态，有2组，一个是备用。这个也是补强件，也是 V 形态使用，有4组手势。驾驶员涂装的还不错，可惜不可动，就只能坐姿。一把 Gunpowder， 类皮质的塑胶枪背带。第2层是展示不同形态时使用的脚架连接件，4组尾翼。支撑地台。第3层就是纪念地台，天蓝色我是挺喜欢的，可惜只能用在 F 形态。这就是全部的配件。驾驶员的放入挺简单，就直入就行，但也没有固定，所以原则上把玩一下，人偶就无法安分地坐在原位置。尾翼就直接展开，而翅膀也是具可动性。就跟原本参考的现实生活中的 F14D 一样，来演示如何展开起落架。以前玩飞机模型，大都是用主替更换的方式，但这款可以直接拉出，觉得超赞的。首先把头部机枪调整至后方，拉开起落架遮盖，再将轮胎拉出即可。最后再把头部机枪放回原位。后轮也是一样，只是最后要加个左右展开的动作。Gunpowder 可以连接到机腹，连接方法也很简单，就将手组件拉出，卡入预先的卡榫，然后将手背放回原处。起落架可以依变形有3个形态，首先拿出地台，加上支撑杆，最后再依形态使用不同的支撑架。说明书写要注意固定点，是个小凸起，使用错误会损坏。再来就是变形成 G 形态，首先将Gunpowder移除。脚与机身有连接榫，往外就可以拉开。大腿翻折向下，就可以展现整个腿部。小腿拉伸，膝盖就可动了。最后将踝部拉出，
这部分是合金，感觉真好。再来是手部的变形，先将尾翼收折，将背包对翻后放向天线。我是觉得天线可以最后放。拉开引擎遮盖，膝盖处挡片忘了开。两手先同时向下，露出活动肩关。当固定点拨开后，就可以向后移动。两手向外翻折，将手臂调整至双边，就可以按回原固定处。再将手掌取出，就算完成矩形态变形。而将刚破的连接枪背带就可以提供给 G 及 B 形态使用。而 G 形态的脚架就是将支撑杆换个方向，也将支撑架换成 G 形态用的就可以了。也是要注意固定点，会有破损的可能。再来是变形为 V 形态，首先将钢炮取下，接着将左右腿打直后收回。然后将天线取下，大腿处有个连接件，稍往内扳一下就会解开。接着将大腿的角度调整组合，然后旋转调整大腿内侧的迎接点角度，这样后续才能完美连接身体。将双手调整角度，机手为向下扳就可以分离。打开原来的背包，就可以打开头部变形的分件，然后就可以将肩部给展开。接着就可以将机舱的保护件拉出来。然后调整颈部的连接角度，就可以将头部拉出。180度回转后，小心一下干涉，就可以转到正面。背部有个连接件，调整好角度后，就可以跟前胸卡住。可以看到侧面有一个很大的穿帮，待会再来展示怎么用补强件。而背部连接件将零件放入连接点，再将机手下的保护件放回，就可以完成脚部的固定。再将机翼收折。肩部的卡榫拉回，可固定并且将穿帮掩盖。这两片就是补强脚部穿帮部分，可将涡轮隐藏。钢炮可以连在手上，其实也是在 F 形态时的连接处。
膝盖处的挡板拉开，就完成整个 V 形态的变形。接着来装侧边穿帮的补强件，将翅膀张开，后挡板也拉上，用附送的拆开器将连接件打开，就可以将上下身分开。上半身打开后，就可以将连接金属件收纳。接着将2块补强件装上，就可以将侧身穿帮补上。然后重复前方的连接方式，就完成上半身。而下半身也是跟前述一样的方式完成连接。最后再整理一下背包及翅膀，就跟原来的 B 形态看起来一样，但看一下侧面就可以发现穿帮不见了。来看看可动性。头部上下左右转动是没问题的，手背的可动性也是不错的，360度轻松完成。肘关节也是双段，腰部只能转动，无法前后。而腰部解锁就是前面演绎过的方式。脚部的可动性也是很好，除了没下拉关节这个设计，但实际上也不需要，只有脚踝处的可动，我是觉得比较差的。这是为了可动性，万代采取将连接件脱离的方式，机手就可以像普通机器人的腰一样转动，但缺点就是连接处异常脆弱。看他人的开箱是很稳的连接，我是一摇就断了。这就是纪念的台座，我个人觉得还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入手超时空要塞的机械人，除了高昂的售价及前面提的腰部可动，我觉得有点糟外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满意的。适当的重量感、合金关节及细节的刻画，我都觉得很满足对机械人的爱好。而且3不5时就会想再变形一下。那这期的开箱就到这结束了，也请持续关注并订阅分享，下期再见，拜。